世家的眼睛居然被魔王波旬戳瞎了，世家痛苦的捂着眼睛急速后退，被贯穿的盾重新变回六道棍。刚才波旬那一击是冲着爆头去的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世家歪头躲开，这才只划伤了他的眼睛。波旬的手臂变成一把巨斧冲向世家，世家紧急变出独骨剑迎战，他的左眼已经看不见了，而波旬瞄准着唯一的弱点，所有攻击都朝他左侧而去，一番你来我往，双方各有负伤。世家被击伤左肩之后，立刻改变战斗姿势，护住死角，两个人再次打得难舍难分。眼花缭乱的攻防战表面上不分上下，但实则世家已经逐渐招架不住波旬的猛攻，猝不及防被击中了侧腹。阿瑞斯看得目瞪口呆，这个波旬到底是何方神圣，居然能将世家玩弄于股掌。哈迪斯冷笑，波旬的强大是大多数神连脚后跟都摸不到的，他可曾是差点毁灭了冥界的货真价实的怪物。根据哈迪斯接管冥界之前的古老传说，波旬在尽其所能的破坏后，某天突然迎来了消亡，即使经历永恒岁月也不会再次复活。至于那个波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能想到的理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有人捡走了波旬残留的碎片，用某种手段培养成种子之后种在了灵符身上，而那个人正是别西卜。世家抬起独骨剑奋力抵挡，他大喝一声横斩过去，波旬下劈躲过，并顺势将利刃插进世家脚面，紧接着斧头朝世家面门挥砍而上。世家急速后仰翻滚拉开距离，脚上的伤痛让他踉跄站立。人类的阵营一片绝望，认为世家已经没有胜算了。世家气喘吁吁，却还在不死心地呼唤着灵符，但波旬却狰狞大笑着告诉他，那种三流神早就被他消化，成为他的养分了。世家愣住，随后陷入了极度的愤怒中，他大喝一声闭嘴，几乎惊呆了场上的所有人。熊熊怒火在他身后燃烧，六道棍会随着世家的感情发生变化，而此时世家所持有的感情是早就被他当成毒药舍弃的赠物。因为这份感情，六道棍显现出了连世家都不曾见过的形状：恶鬼道、武之道、圣观音、荒神战莲。佛祖的怒气凝结成一把怒张大举的巨大镰刀，凶神张开大嘴朝波旬咆哮，波旬却仍旧笑得一脸谢样。世家这种卑微的臣妾居然还敢反抗他这种至高无上的存在，对他降下天诛简直是无可言说的畅快。见波旬再次朝他冲来，世家举起荒神战镰砍向对方毫无防备的右侧，巨镰挥舞间，无数冤魂哀嚎。波旬不屑的耻笑，举起斧子挡下了攻击，但他低估了这把斧子的威力，被世家推得连连后退。波旬迅速止住脚步，世家攻势一变横砍下去，却被波旬下腰躲过。镰刀上的凶手张嘴咆哮，猛地喷出一股气浪，推动镰刀朝前砍去。这一下，波旬毫无防备，只见鲜血滴落在地，镰刀深深嵌入波旬竖起鳞甲的左肩内，而波旬右手的尖刀居然贯穿了世家的腹部。波旬自认为胜券在握，问世家此前还有什么遗言。世家突然却笑了，他握紧战镰，居然不顾自己被贯穿的伤口，迈步朝着波旬走去。若神不救人，他来救；阻碍他的神，他来杀。鲜血不断冲世家的伤口喷涌而出，但世家就像完全感觉不到一样，紧握战镰朝波旬的手臂窗口压下。波旬一惊，猛地抬脚将世家踹飞。看着勉强支撑站立的世家，波旬心中疑惑：腹部被贯穿，却要坚持挥舞镰刀，这距离死不远的身体到底哪来的力量？世家笑着问波旬：“你怕了吗？”波旬勃然大怒，他已经和最棒的土壤融合，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存在，和那时因为力量太过强大而肉体不断崩溃的他截然不同。他怎么可能会对世家感觉到一丝一毫的恐惧？世家却说波旬很弱，比灵符不知道弱了多少倍。面对着勉力支撑自己的世家，波旬狞笑着再次发起猛攻，如烈火一样的恐怖攻势让世家只能勉力抵挡，如同地狱业火一样恐怖的力量不断焚烧他的身体。这一幕看得所有人都心生绝望，就连阿瑞斯的断言，重伤的世家到此为止了。哈迪斯骂他是个蠢货，看着世家的眼神就知道他可还没有放弃，而是在等待时机，使出起死回生的一击必杀。波旬一击将世家击退数十米，却见世家稳住身形之后再次挥起了战镰。看着战意满满的世家，波旬居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，他为这个现实而抓狂不已，突然发狂撕扯下了自己的左臂，将其变为一把长长的砍刀。他可是第6天魔王波旬。挥舞着武器的两人双双冲向对方，波旬用足了力道朝世家砍下一刀，只听一道绝望的脆响，世家的战镰居然被砍断了，六道棍恢复原形。而就在世家愣神的瞬间，波旬的下一击直取他的面门而来，世家慌忙竖起六道棍抵挡，锋利的刀直直嵌入六道棍中，世家被余威震得倒飞出去，而六道棍则被完全破坏。世家倒在地上生死不明，他感觉自己置身于一片黑暗之中，一簇光亮正不断朝他靠近。
突然一只手紧紧将他握住，世嘉猛地惊醒，看着自己手的方向，随后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。波旬以为他因面临死亡而精神崩坏，却见世嘉再次站起，直面自己的弱点，抵抗不成熟之处。没有经历过这段青春期的波旬很弱，世嘉衣衫尽裂，长发披散，而他握在手里的东西居然是灵符的斧摇。一起战斗吧，小灵符！一连脱身，神气连生，灵符的虚影浮现在了世嘉的面前。他手中的斧子忽然光芒大作，布伦希尔德已经激动的泪流满面了。现在的斧子和原本吸收不幸的斧摇相反，它正吸收着世嘉的慈爱，然后竟用一连脱生诞生全新的武器，那是只有领悟了至高境界的佛陀才能催生的究极武器——大圆寂刀灵。波旬惊慌不已，他慌忙质问世嘉究竟是什么。世嘉一挥刀，七佛神的虚影显现其中，想也知道吧，这是天珠。手持崭新神器的世嘉迅速和波旬开展激烈的攻防战，凌厉的攻击让人目不暇接。所有观战的人类都在为世嘉呐喊助威，所有人都呼喊到灵魂声嘶力竭，并祈祷世嘉能获得最终的胜利。世嘉的哥哥赫然也在其中，无数承载着人类愿望的呼喊如同万千支流汇入大河，集合于世嘉的心中。反观波旬这边则是越打越急躁，世嘉不是应该浑身无力濒临死亡了吗？为什么会感到恐惧？为什么不跪地求饶？为什么还能露出笑容，还能举起手中的剑？世嘉感受到了波旬的动摇，他果然还是怕了。两人同时挥刀砍伤对方，世嘉的情况非常不利。就在因为腹部重伤而停顿的瞬间，波旬再次使出绝招向他劈砍而来。世嘉竖起刀刃抵挡，腹部又开始往外飙血。波旬狰狞着对世嘉不断施压，却见世嘉一转刀刃，利用分叉的关节架开长刀，并顺势砍伤了波旬的胸膛。不过因为没掌握好距离感，这一刀砍的还是太浅了，但灭人都看得出来，世嘉已经到达了极限，他恐怕没有余力再挡下一次波旬的攻击了。哈迪斯笑他们都是一群白痴，接下来世嘉根本不用接，只要能闪过就行了。波旬的攻击快成残影，直取呆愣在原地的世嘉。世嘉的眼中莲花浮现，黑暗中逐渐出现了一抹光亮。他一个歪头，轻松躲开了波旬的致命一击。凌厉无比的攻击只是擦伤了他的皮肤，波旬的攻击逐渐无法命中。布伦希尔德立刻明白，世嘉又能看到了。正觉阿赖耶识是借由灵魂的行动看到未来，所以无法看到波旬被黑暗包裹的未来。但现在波旬的灵魂正发生着连黑暗都无法完全吞噬的动摇，那就是恐惧。无法击中的焦躁让波旬面部的表情逐渐扭曲疯狂。他可是第六天魔，这个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存在，在他显现的世界，世嘉是绝对不允许的存在。波旬狰狞地再次使出必杀之计，猛地砍向世嘉的脖子，锋利的刀刃将他一分为二，巨大的冲击波从世嘉站立的地方炸开。波旬兴奋地狂笑着，他终于干掉世嘉了，却没想到烟尘散去，他砍中的只是世嘉的残影，长刀却直直嵌入地下，根本没有伤到世嘉分毫。世嘉如同一阵烟雾一样飘到波旬身后，闭着眼睛举起了手中的刀刃。某位智者曾言，如同不惧于生的狮子，如同不求于刚的清风，如同不污于泥的莲花，让其如犀牛之脚般独自行走。但若是遇到了足以托付灵魂的同行者，便能踏过一切危难，从心底涌现出欢心，与彼同行。看到了吗，小灵佛？这就是我们的道路。天眼秒绝，大涅盘斩。神器朝波旬的正面斩下，鲜血喷涌而出，神明大惊失色，人类欢欣鼓舞。在波旬不可置信的目光中，他的身体斩成两截，轰然倒地。人群沸腾了，他们不断欢呼着世嘉的名字，却没想到波旬垂死挣扎地伸出手，冲着世嘉的面门砸去。可惜在碰到世嘉的瞬间，波旬的身体开始崩坏。无论多么的不甘，传中的第六天魔王最终的下场也只有归于死亡。一切都结束了。世嘉恍惚间看见灵符跑过天空，对他竖起大拇指一笑，紧接着和七佛神一起升入天空。世嘉将刀刃抵在额头之上，笑着流下了眼泪。再见了，小灵符。浑身是伤的世嘉高举着手，在人类的欢呼中霸气退场。诸神黄昏第6回合战斗，波旬 vs 世嘉，用时21分47秒，获胜者为人类代表世嘉。浑身是伤的世嘉潇洒退场，就连诸神都不得不对他的强大感到钦佩。一只小鸟停在了扶摇之上，世嘉欣慰一笑，看来大家都很喜欢灵符呢。他用斧摇挽起了自己的长发，朝跑来的布伦希尔德比了个耶，就再也撑不住的倒下了，吓得女武神赶紧把他送到医务室抢救。到了门口的世嘉突然叫来布伦希尔德，问他有没有带可乐味的棒棒糖。布伦希尔德一笑，说稍后就给他送来。世嘉问他的目的是否就要实现了。听到布伦希尔德又说往人类的生存迈进了一大步，世嘉赶紧叫停，他不想听这么死板的说法。他非常喜欢布伦希尔德这双充满杂念的双眸。
话音刚落，世嘉当场喷血被推进了医务室。格雷完全不明白世嘉到底在说什么，倒是布伦希尔德神色凝重。别西卜正在收回波旬的研究资料，奥丁走过来，他就知道这又是别西卜干的好事。他威胁别西卜，这场战斗是他的夙愿，绝不允许被任何人打扰。然而别西卜只是阴郁地回头来了一句，真是让人好奇，把奥丁肩上的乌鸦吓得瑟瑟发抖。神方目前的战绩是3胜3败，而且是因为世嘉的背叛取得的败北。若是陷入接连败北的窘境，说不定局势会倒向人类的一方。所以下一战无论如何，诸神都必须取得胜利。而世嘉空出来的位置还需要补上，人类又太强大，半吊子的神根本派不上用场。赫尔墨斯附议，随后看向了阿瑞斯。阿瑞斯大惊，难道要让他出场不成？在经过了0.25秒的思考之后，信心满满的阿瑞斯正准备举手，哈迪斯却突然开口说他来上场。此话一出，连宙斯都惊讶了。哈迪斯身为冥界之王，怎么会想突然要上场？哈迪斯摘下面具，一把捏得粉碎，那当然是为他的弟弟波塞冬报仇雪恨。